球 Online 現在開始，請選擇你的初始英雄。地球 Online 降臨藍星，各國選手將選取一個初始生物進行藍星爭霸，只要對應生物能夠存活到下一個版本，那麼將會按照其稱霸的程度獲得不同的獎勵。於是，為了能在這萬族林立的遊戲中脫穎而出，各國的選手們都選擇極致的數值與機制。然而，在新一輪的遊戲裡，你卻不按常理過，直接選擇了一個會拿着石頭亂蹦的神。因為穿越而來的你發現，這個世界的觀點幾乎都是神創論，從而導致了沒有人知道人類是由猿進化來的。於是你決定用自己那完整的進化論知識，讓他們知道誰才是這大自然真正的霸主。此時剛穿越過來的你正看着上一個版本結果，在上一個版本中稱霸陸地的是一種巨獸，他們靠着絕對的力量壓制了所有生物。然而一顆巨大的隕石自天而降，不可一世的恐龍王朝也就此覆滅。就在你還在看着時，天地間忽然響起一道冰冷的機械音。與此同時，一張巨大天幕自高空鋪展開來，無論身處何地，只要抬頭就能看見。地球 Online 全面更新公告，地球 Online 各國文明觀測者選拔正式開始，3分鐘後揭曉各國文明觀測員名單。2. 新版本時間線快進至史前440萬年時間節點。3. 新版本將迎來特大改動，生物物種更加豐富，詳情數據隨新版本上線同步更新。4. 獎懲機制全面升級，優勝者獎勵更為豐富，失敗者懲罰力度上調。短短幾行字，卻讓整個世界瞬間繃緊。更要命的是，這一次居然只給了3分鐘。過往每次版本更新，觀測者選出後都會預留3天到10天不等的準備時間，那段時間裡，各國都會竭盡全力給文明觀測者灌輸知識、分析局勢、制定方案。可這一次，系統幾乎把所有人都打了個措手不及。3分鐘，別說系統培訓，連把人接去研究基地都不夠。教室裡也在同一時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死死盯着天幕，等待着龍國新一任文明觀測者的名字。終於，漫長的全球名单播報結束，屬於龍國的那一行浮現出來：龍國文明觀測員楊晨。下一秒，你的照片同步出現在天幕之上，整個班級瞬間炸鍋。我去，楊晨，真的假的？全國那麼多人，怎麼會是他？上一任文明觀測者就是我們學校的，這次居然還是……這學校什麼運氣？運氣個屁！被選中的可是杨晨啊，天天睡大覺那個。與此同時，你自己也收到系統提示，你已成為龙國新任文明觀測者。球 Online 將牽引您進入遊戲內部，期間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直至遊戲結算。事已至此，想不接都不行了。而另一邊，龍國帝都地球 Online 專項研究小組已經徹底亂成一團，基地內所有人幾乎同時停下手頭工作，望着倒計時3分鐘的提示，臉都綠了。怎麼回事？怎么就3分鐘了？這次沒有準備時間，完了。這點時間夠幹嘛？研究小組組長秦老更是眼前一黑，差點當場坐不穩。他是龍國醫學界的泰斗，也是專項研究計劃的核心人物之一。本來已經準備好按老流程接管新觀測者，結果系統直接把流程砍沒了。無奈之下，他只能咬牙下令：查，3分鐘內我要這個楊晨的所有資料。很快，關於你的檔案就被完整擺到了秦老面前。好消息是，你來自高等學府，而且還是上一任文明觀測者的母校。學校裡的相關知識氛圍足夠濃，就算是個普通學生，也不至於完全沒底子。可壞消息是，你偏偏不是普通學生，而是個在班裡出了名的學渣。平時上課睡覺，走神成了常態，還因為被前女友甩掉而一蹶不振，活脫脫一個戀愛腦加擺爛怪。看到這裡，秦老都麻了，只能苦着臉吐出一句：地獄開局啊！而龍國民眾的也沒比研究組好到哪裡去。隨着地球 Online 直播同步開啟，各國觀眾都能無障礙交流。國外彈幕已經開始互相吹噓本國觀測者有多專業，有人說自己國家的代表是動物專家，有人說是專項研究組成員，還有人一如既往的嘲諷別國趕緊投降。可真正熱鬧的地方反而是龍國專屬直播間，因為就在你被選中的幾分鐘後，同校學生就已經開始爆料，說你上課睡覺、摸魚開小差是常態，連地球 Online 相關課程都能睡過去。這一下，整個龍國都不好了。前不久，他們才剛挨過一次版本失敗後的天災洗禮，現在系統又明確說了，新版本的懲罰力度還將升級。換句話說，如果這次再輸，等着龍國的很可能會是比上一次更可怕的災難。於是，楊晨、學渣、龍國抽中下簽之類的詞條很快衝上熱搜，無數人湧進直播間，看着屏幕裡那個四處打量、顯得有些陌生又平靜的你，心一點點往下沉。當然，也不是沒有人仍在咬牙堅持。有人說，其他國家同樣沒有準備時間，龍國未必沒有機會；也有人說，這片土地從來不缺逆風翻盤的奇蹟，沒到最後一刻，誰也不能說徹底輸了。而你此刻已經被系統牽引進了一處特殊的虛擬空間，這裡聚集了上百名文明觀測者，每個人頭頂上都懸着所屬國家的旗幟。外界天幕直播同步開啟，全球民眾都能看到這裡的畫面。很快，現場的人也開始自然分群，國家關係更近、陣營更接近的自動往一塊靠。漂亮國文明觀測員周圍很快圍起一群小弟，氣勢最盛。而你這邊也陸續有人靠攏過來，只不過大多是中東、非洲和一些小國代表，人數明顯比對面少了一截。很顯然，在這個版本正式開始前，國際格局就已經在無聲的映照出來。然而，真正讓所有人精神一振，還不是這點小動作，而是系統隨後拋出的新規則。作為文明觀測者，你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被觀測物種進行人為干預，以此改变該物種的歷史進程，甚至進化方向，但干預次數不得超過3次，程度亦必須處於有限範圍內。備注：當文明觀測者想要干預時，可連通場外援助。此話一出，不少人眼睛都亮了，因為在此前的版本裡，文明觀測者幾乎只能旁觀，不能插手物種生死。可這一条新規则出來後，遊戲的可操作性一下暴漲，迁徙路線、身體
體結構、進化傾向，甚至都能在有限範圍內被影響。對大國來說，這意味着國家研究團隊終於有了實際介入的機會；對觀測者來說，這意味着勝負不再只是賭運氣，而是多了一層主動博弈。龍國研究組內，秦老也終於緩了口氣，立刻拍板讓所有人打起精神，準備在你發起干預時提供最完整的数据支援。但與此同時，你卻比很多人看得更清楚，這看似是機會，其實也是更大的坑。干預物種進化聽起來像加點，可生物演化從來不是簡单的。力量、速度那麼粗暴，力量強不代表能適應環境，體型大也不一定能活得更久。古往今來，不知道多少看似强大的物种都被環境和食物链无情淘汰。换句话说，这3次干預一旦用錯，很可能比什麼都不做死得更快。所以你在心裡只給自己留了2個字：慎重。很快，版本前瞻正式開始。雖然系統公告說新版本的正式時間節點推進到了史前440萬年，但真正的預覽卻先從上個版本的結尾講起。天幕之上，一顆隕石從天而降，再次把白堊紀末期的終局重演給所有人看。末日降臨，恐龍王朝湮滅，大陸板塊震盪，世界在漫長的餘燼中一點點恢復秩序。而之後的數千萬年被天幕以極快速度掠過。災難後的古新勢力，僥倖存活下來的大多是體型小、適應力強的哺乳動物。再往後，世界氣候回暖，森林蔓延，使新世為生命大擴張奠定環境基礎。又過千萬年，全球逐漸轉冷，草原開始擴張，見新勢力哺乳動物迎來井噴式繁榮，豬牛羊馬、象科、貓科、亞貓科、犬類、鯨類祖先、蝙蝠等物種紛紛登場。這近4300萬年的演化，系統全都只是作為版本前瞻快速帶過，因為它們並不屬於正式版本，只是在告訴所有觀測者，恐龍時代已經過去，而一個屬於哺乳動物的新紀元已經徹底展開。緊接着，真正的新版本開啟，新競技。看到這裡，你的神色第一次明顯起了變化，因為如果前世記憶沒錯的話，新競技正是距今2300萬年前開始，持續2000多萬年的關鍵時代。也正是在這個紀元裡，人類的祖先將逐漸登上歷史舞台。可對於場內場外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暫時還看不到這一層，他們最先看到的依舊是最直觀、最刺激的強大生物。隨着全球氣候降低，大面積森林被草原取代，草食性哺乳動物開始瘋狂壯大。最先鎮住所有人的是象科，孔象登場，身長超過5米，體重超過12噸，長相近似現代大象，卻擁有更短的鼻子和向下彎曲的長牙。緊接着，劍齒象、嵌齒象、產齒象等多個分支陸續出現，種類雖不同，整體卻都體現出一個字：大。而在經歷過恐龍3個版本統治的世界觀洗禮之後，很多人腦海裡的第一反應依舊十分樸素，夠大就夠強。龍國研究組內，秦老當即讓人把象科列為重點備選，因為從純體型和生存穩定性來看，它們確實很像新版本裡最穩的那一批。隨後出現的是犀科、雙角犀牛、黑犀牛、白犀牛等接連亮相，體型同樣不小，但與象科相比還是差了一截，速度也快不到哪裡去。秦老給出的判斷很直接，可以當備選，但很難爭到生態最頂。再然後，史前1800萬年前的草原上，馬科動物出現，由草原古馬進化而來，身形已經與現代馬相差不大，四肢發達，擅長奔跑。緊接着，鹿類開始大爆發，踢腳鹿、古長頸鹿、史長頸鹿、薩摩羚、針織角鹿、圓角鹿、奇角鹿、西瓦獸，種類繁雜，遍布草原。它們未必擁有最誇張的體型，卻擁有在廣闊草原上生存最實用的條件：速度、族群規模和環境適應能力。如果說前面的畫面還在延續巨獸就是強的舊思路，那麼接下來的一幕便直接撕開了這種簡單認知。劍齒虎亞科登場了，短劍劍齒虎肩高約1.2米，最大體長超過3米，體重更是超過現代雄獅的2倍。它四肢修長，身體極為結實，而最醒目的則是口中那2顆像彎刀一樣的致命劍齒。更重要的是，天幕甚至直接給出它狩獵大型象科動物的畫面，速度、力量、撲殺效率，樣樣拉滿。這一幕直接讓無數人心頭一震，因為這意味着新競技的頂級生態位並不一定屬於最大塊頭的草食巨獸，也可能屬於這種能夠穩定獵殺大型動物的頂尖掠食者。更別提劍齒虎亞科本身就是個龐大分類，副劍齒虎、翼劍齒虎、巨齒虎、刃齒虎、孔貓等分支接連登場，每一種都帶着明顯的頂級獵手氣息。龍國研究組內，秦老的神色也終於真正認真起來。在他看來，劍齒虎類很可能比象科更接近這個版本的答案。然而，天幕顯然不打算只給出一種思路。熊科出現，不過此時的祖熊體型只有1米左右，更多棲息於叢林，以植物、昆蟲和小型哺乳動物為食，暫時還不夠驚豔。緊接着，巨獵狗出現，體型達到現代獵狗的數倍，具備狩獵大型哺乳動物的能力。再然後是水中的普魯斯鱷，體長超過11米，體重超過6噸，擁有陸地生物中最可怕的咬合力。還有體型驚人的沃納比蛇，站立高度誇張，雙翼展開如小型飛機的阿根廷巨鷹。而當畫面切入海洋時，真正意義上的巨物又一次讓所有人呼吸一滞。巨齒鯊體長超過20米，體重超過90噸，單是張嘴的開合直徑就能達到驚人的3米。在恐龍退出陸地舞台之後，巨獸並沒有真正消失，而是沉入海洋，在另一片世界繼續稱王。它龐大的體型、恐怖的咬合力和頂級掠食地位，讓無數國家瞬間心動。在很多人眼裡，這簡直像是恐龍時代海中霸主的延續版本。於是，一個個潛力股不斷被擺上桌面，象科、劍齒虎類、巨獵狗、普魯斯鱷、巨齒鯊，每一種都看起來強得離譜，每一種似乎都值得下注。可偏偏就在大多數人的注意力都被這些龐然大物和頂級獵手吸走的時候，天幕突然再次快進，時間來到了史前580萬年前，畫面也從廣袤草原、深海巨獸切到了草原邊緣一片稀疏樹林，樹枝上一群猿類正謹慎地棲息其間，它們能短暫直立，但更多時候仍依靠臂力在枝桠間攀越。它們性格膽小，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受驚，以果實為食。力量、體型、速度放在前面那些頂級物種面前幾乎都不值一提，它們看上去弱小的近乎可憐，而天幕給出了它們的名字：始祖地猿。因為太過弱小，它
他們甚至還不敢真正踏上大地。时间軸繼續飛速波動，數百萬年的光陰在漫長的演化史裡不過一瞬，直到史前440萬年，急速推進的時間線終於停了下來。與此同時，系統的機械音也在所有文明觀測者耳邊響起。巨獸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哺乳動物登上了歷史的舞台，並演化出了萬千種類。新的競爭即將打響，全新的世界霸主即將脫穎而出。地球 Online 全新版本已經上線，請諸位文明觀測者在半小時內選擇各自觀測的生態種族。話音落下，虛擬空間內的人一個接一個消失，你只覺眼前白光一閃，在睜眼時已經置身於史前440萬年的草原之上，腳下是鬆軟泥土，空氣清冽的不像現代世界，不遠處還有不少大型動物活動的身影。這一刻，正式的物種選擇階段開始了。此時的你像是臨時拿到了某種造物主視角，只要一個念頭就能調取當前世界所有生物的資料，再一個念頭就能直接傳送到對應物種附近近距離觀察。可問題是，選擇時間只有半小時，不可能把所有物種從頭看到尾，所以每個文明觀測者都必須先根據版本前瞻鎖定方向，再查資料，再實地確認，最後盡快定下目標。規則和之前幾個版本一樣，如果多個觀測者同時盯上同一種生物，就必須進入系統隨機比拼，可能是石頭剪刀布，也可能是智力遊戲，甚至可能是純粹的體能对抗。贏的人拿走該物種，輸的人只能換目標。要是拖到最後還沒定下，就由系統隨機匹配。規則一出，直播間立刻炸開了鍋。龍國專屬直播間裡，大多數人都默認劍齒虎類會是最搶手的版本答案，畢竟前瞻裡那段獵殺大型哺乳動物的畫面實在太有衝擊力。也有人退一步主張穩妥，覺得既然競爭會異常激烈，不如直接選相科，至少大而穩，不至於白白浪費時間。可更多人擔心的卻不是該選什麼，而是你到底會不會選。畢竟按照爆料，你在校內可是個上課睡覺、平時擺爛的學渣。上個版本韓語就是因為競爭失利，沒能搶到最強恐龍，才在之後埋下隱患。如今輪到你，大家實在不敢奢望太多。然而你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和全世界去搶什麼劍齒虎，在你眼裡，真正的版本答案根本不是那些眼下看着威風凜凜的猛獸，而是一個披着廢柴號外皮的頂級神級號始祖地猿，或者說未來的恐怖直立猿。所謂恐怖直立猿，本質上就是人類祖先這條演化路線的戲稱。始祖地猿就是猿類向人類過渡的重要分界線，只不過在史前440萬年的時間點上，它弱得可憐。面對草原和森林裡那些大型掠食者，幾乎只能算苟延殘喘。按照正常歷史，它還得再演化200多萬年，等到直立、工具、火焰、群體協作這些東西逐漸成熟，才能真正踏入恐怖直立猿的階段。可問題是，正常歷史太慢了，而你偏偏有3次主動干預進化的機會。這3次機會說白了就是開掛，只要用得足夠準，就能大幅壓縮這條演化路線的時間。放眼整個版本，再沒有任何一個物種能在潛力上和未來的人類相提並論。別人看見的是一只弱小猿猴，你看見的卻是未來站上食物鏈頂端，重塑整個世界秩序的終極答案。於是你毫不猶豫地調出了始祖地猿的數据面板。始祖地猿力量3星，奔跑速度2星，神經反應3星，耐力4星，智力5星，耗能6星。这是一份幾乎讓所有正常人都會皺眉的數值。力量不行，速度不行，反應一般，耐力也只算勉強，唯一稍微亮眼一點的是智力。可偏偏耗能高的離譜，達到6星，這意味着他吃得多，消耗大，容錯低，在大自然裡幾乎是活該被淘汰的典型模板。與此同時，龍國研究組那邊也在盯着你的畫面，秦老看着你不斷停留在始祖地猿的數據界面上，眉頭越皺越緊，對比實在太慘烈了。隔壁短劍劍齒虎，力量7星，速度5星，反應7星，耐力6星，智力4星，耗能5星，除了智力略低，幾乎就是標準6邊形戰士。相科雖然慢，可力量動輒8星9星，屬於一力破萬法。平均有平均的打法，偏科有偏科的優勢。可始祖地猿呢？除了耗能高這個缺點特別突出，根本看不出任何值得下注的地方。所以秦老一度以為你只是隨手多看了幾眼，很快就會放棄。事實上，你後面確實又開始翻別的物種數據，而且一看就是10幾種，這讓研究組稍微鬆了口氣，以為你總算還知道比較。可實際上，你只是在進一步確認自己的判斷。反正幾乎沒人會去搶始祖地猿這種版本下水道，就算真有人搶，在這個不研究化石、不相信進化鏈條、普遍篤信神創論的世界裡，也沒人玩得轉這張牌。別人根本想不到人類會從這樣一群弱小猿猴中走出來。更何況，就算最後沒拿到始祖地猿，你也有自信靠3次干預讓其他種族狗到版本結算。可若想爭第一，能賭的還是只有這條線。看完足夠多的數據後，你終於有了動作，直接選定始祖地猿的棲息地傳送。下一秒，你從草原上消失，出現在一片稀疏森林邊緣。可偏偏附近另一塊區域卻格外熱鬧，湖泊邊上7、8名文明觀測者正圍在一起，氣氛劍拔弩張。漂亮國的大衛、毛熊國的奈塔莎、櫻花國的山上徹也都在其中。這裡正是短劍劍齒虎的棲息地。很顯然，這群人正在爭奪版本最熱門物種之一的選擇權。你一出現，幾人的目光立刻轉了過來。山上徹也眯起眼，明顯帶着敵意。大衛則下意識提高警惕，顯然把你也當成了競爭者。倒是奈塔莎第一時間伸出了橄欖枝，表示如果你願意，可以暫時結盟，先把其他人踢出去再說。龍國直播間的觀眾看到這一幕時，心裡甚至還升起了一絲希望，畢竟人都到現場了，沒準你終於想通了，打算狠狠搏一把。可下一秒，你卻只是擺了擺手，平靜拒絕。這玩意還是你們爭吧，我已經有目標了，就不打擾你們了。說完，你真的一點都沒留戀，直接從短劍劍齒虎棲息地旁邊走了過去。這一下，別說現場那幾個人，就連直播間都懵了。版本熱門擺在眼前，你連爭都不爭，就算不一定贏，至少也該試試吧。可你偏偏連這個過程都省了，轉頭就走。眾人一時都看不懂你想幹什麼。不過很快他們也顧不上了，因為隨着時間推進，最後10分鐘一到，系統會強制把所有競爭同一物種的人拉入遊戲，勝者通吃，敗者出局。短劍剑齒虎這邊注定是一場競爭激烈的角逐，而
你已經走到了森林裡一棵樹下，樹枝間，一隻矮小的猿猴正躲在葉片後，小心翼翼觀察四周，警惕地像只隨時準備逃跑的小獸。你抬頭看了他一眼，隨即向系統提交了答案。龍國文明觀測者確認觀測對象為始祖地緣。由於無人競爭，一道光束很快落下，將你和那隻猿猴一併籠罩。系統機械音接連響起。龍國文明觀測員楊晨已確認觀測目標始祖地緣，正在綁定中，綁定成功。消息一出，龍國上下幾乎原地炸鍋。研究組那邊，秦老手裡的茶杯咣當一聲砸在地上，褲腳被熱水濺濕都渾然不覺。整個研究室先是死寂，緊接着就是一片難以置信的抽泣声。放着那麼多強勢物種不選，偏偏選了個全方面弱勢的始祖地缘，這不是瘋了是什麼？更可怕的是，結合你檔案裡失戀後整個人狀態不對，像是徹底放棄人生的描述。研究組裡甚至有人開始懷疑你是不是心理出了問題，故意想要報復社會。越想越像，越想越絕望。畢竟一個正常人很難在這種局面下做出這樣的選擇。而總直播間和各國觀眾則徹底把這事當成了大笑話。高棒國、櫻花國、漂亮國的觀眾紛紛冒頭嘲諷龍國是不是要考儒家精神，主動讓一把。有人直接說龍國這是把國運拱手送人，還有人陰陽怪氣的提起孫悟空，諷刺說也許猴子也能大鬧天宮。龍國觀眾當場氣炸，可偏偏又沒法硬洗，因為始祖地緣的數據實在爛得過於直觀，強行嘴硬都沒底氣。然而你根本懶得理會這些，在你眼裡始祖地緣就是妥妥的後期真神。真要劃分階段的話，只要把投掷技能解鎖，差不多就能算正式進入後期。到那個時候，誰還敢說這不是版本答案？半小時很快過去，各國物種選擇也相繼落定。最受關注的短剑剑齒虎爭夺戰，最後的贏家居然是高棒國的车太賢。這個結果出乎不少人預料，漂亮國的大衛反而是第一個在競爭裡被踢出去的。失去劍齒虎後，他果斷轉頭搶了阿根廷巨鷹，最終拿下天空霸主。毛熊國的奈塔莎雖然輸掉劍齒虎，卻又在相科爭奪中成功拿到劍齒象。最讓龍國觀眾破防的，還是櫻花國的山上徹野。他本來混到最後只能等系統隨機，結果偏偏抽到了巨獵狗，還是群居型強勢掠食者，運氣簡直離譜。這一下，龍國直播間更低迷了，自家主動選了個最弱的對手，哪怕靠隨機都能摸到強牌，這還怎麼玩？很快，系統宣布新版本正式開始，所有文明觀測者回到了虛擬空間，各自坐在一張椅子前，面前浮現出屬於被觀測物種的實時演化畫面。由於一個版本往往橫跨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年，所以系統會把整個時間線壓縮成1個月左右，以紀錄片的方式快速推進，只保留關鍵節點。於是，始祖地緣的命運正是在所有人眼前展開。畫面清晰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環境的惡化。由於氣候劇烈變化，曾經相对茂密的雨林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疏，樹木之間的距離被不斷拉大。你綁定的那只小猿猴就縮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枝頭，警惕地望着四周。這片樹林裡原本就沒多少同類，因為食物有限，如今樹上的野果早被啃得干干淨淨。小猿猴已經2天沒有吃到東西。更殘酷的是，今天早上還有一只年老的猿猴活活餓死，從樹上摔下去後，沒過多久就被一只短劍劍齒虎拖走。他不知道死亡具體意味着什麼，但基因深處卻有一條鐵律在不斷提醒他：地面危險，一旦落地，危機四伏。然而，飢餓同樣在逼他去死。他站在樹枝上，遠遠望見100米外還有另一片樹林，那裡或許有果實，或許有活路。可這短短100米，對一只只會在樹枝間翻騰跳躍的始祖地緣來說，卻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塹。他盯着腳下的土地，渾身每一個細胞似乎都在發出警報，恐懼逼得他本能後退，躲回更高更粗的枝杈上，仿佛離地面越遠，自己就越安全。龍國直播間裡一片哀嚎，很多人已經認定這就是一個坐等滅絕的地獄開局。樹上沒吃的，地上又全是猛獸，這群猿猴根本沒有出路。可你卻始終盯着畫面，神色比所有人都更專注，因為你知道歷史性的那一步或許就差這一下。飢餓和恐懼在那顆只有橘子般大小的大腦裡劇烈碰撞，他無法像人類一樣清晰思考，可求生的本能同樣會逼着他做選擇。樹木曾經給了地緣100萬年的庇護，於是他們依賴樹枝生存至今。可現在樹木不夠了，環境变了，過去那套活法已經撐不下去了，要活就只能放手。終於，飢餓壓過了恐懼，小猿猴抓住樹枝，把身體懸到半空，停了一瞬，然後猛地鬆手，啪嗒一聲，他第一次真正落到了地面上。恐懼幾乎在瞬間重新席捲全身，他驚惶的四處張望，像是下一秒就會有死神撲上來。可求生沒有給他太多猶豫的時間，他開始用雙手雙腳一起支撐着身體奔跑、跳躍，朝着100米外那片樹林拼命衝去。跑着跑着，雙手卻越來越碍事，於是他的腰一點點挺起來，原本靠爬和蹿的动作，漸漸變成了更接近直立的奔跑，步子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直。就這樣，他在自己都還沒來得及意識到的時候，已經衝到了新樹林邊緣，撲進了一片掛着果實的新世界。他活下來了，而這一幕也被原先那片稀疏樹林裡的其他猿猴全看見了。他們探着腦袋，直勾勾看着對面那只小猿猴埋頭啃果子。他們不懂什麼叫路線，不懂什麼叫經驗總結，可飢餓就是最原始、最真實的信息素。第一只走出去了，第二只、第三只便也開始蠢蠢欲动。很快，第二只猿猴落地了，再然後是第三只、第四只，越来越多的始祖地缘從樹上跳下，朝着100米外的新樹林狂奔。地面對他們來說依舊危險，可至少不再是绝对禁区了。直播間裡，一部分人開始動容，有人承認最初根本沒對这群猿猴抱希望，可看到他們為了活下去硬生生邁出這一步，還是難免心裡一震。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人依舊悲觀，因為從結果來看，這不過是一群弱雞終於學會下地找飯吃，和那些已經能成群獵殺大型動物的猛獸相比，差距依舊大得嚇人。而可偏偏就在大家情緒複雜的時候，更殘酷的一幕來了，20-30只猿猴先後落地狂奔，動靜終究驚動了
附近的短劍剑齒虎。起初，那头頂级掠食者似乎也没想到，这群一向躲在树上的胆小鬼，今天居然会大摇大摆在地面上暴露自己。他緩緩壓低身體，悄無聲息地逼近，直到距離足夠後，才猛然抱起，一撲一壓。被他撲中的那只猿猴甚至連掙脫的資格都沒有，雙方體型差距太大，短劍劍齒虎一只爪子就幾乎頂他半個身子。緊接着，那張能張到120度的巨口張開，兩根彎刀般的劍齒狠狠落下，精準而無情地切斷了猿猴的生機。掙扎迅速衰弱，10幾秒後，猿猴便徹底沒了動靜，被劍齒虎叼着拖走。整個過程乾淨利落的近乎冷酷。高磅國直播間瞬間狂歡，畢竟車太賢綁定的正是短劍劍齒虎，而這一波獵物偏偏還是龍國的始祖地緣。於是，大量高磅國網友湧進龍國直播間貼臉嘲諷：“什麼感謝龍國送餐，一群猴子毫無反抗能力，勝利都被你們親手讓出來了”之類的話鋪天蓋地。龍國觀眾本來就憋着火，這下徹底炸了，反手開始集體衝塔，不少人直接殺進高磅國直播間，靠着人數優勢把對面彈幕整片覆蓋。很快，高磅國直播間都快被龍國網友刷成2號龍國聽啊！可這些外界的罵戰你並不在意，對你來說，損失1、2只始祖地緣根本不是重點。大自然本來就是靠着殘酷的篩選往前推進的，你真正在意的是整個族群終於踏上了地面，是他們在生死逼迫下開始學會奔跑，學會挺直身子，因為在你眼裡，這一步比後面的火焰和工具還重要，直立才是一切的根基。靈長類之所以擁有這條路，正是因為他們長期在樹枝間攀爬跳躍，為了抓握樹枝，他們的腳掌足夠寬，足夠像手，具備更強的抓地能力，這讓他們有機會真正把身體支起來。反觀自然界大多數捕食者都是指航，像貓科一樣用腳趾墊着走，為了速度犧牲了穩定，而被捕食者則更極端，多是蹄行，幾乎等於踮着腳趾甲狂奔。他們確實跑得更快，卻也徹底放棄了真正直立的可能，而只有直立才能解放雙手，雙手不用再負責奔跑和支撐，就會一步步進化得更精細，抓、捏、握、拧、拍、投掷，所有後續能力都是建立在手終於空出來了這個基礎之上。也只有到了那一步，工具才會誕生，火焰才有可能被掌控，否則就算其他動物明白鑽木取火的原理，用嘴去鑽上1億年也別想鑽出火來。所以你再等始祖地緣真正把站起來這件事刻進族群本能，等這一切徹底穩定下來，才是你第一次主動干預最合適的時機。畫面繼續推進，來到新樹林的這群猿猴至少暫時活了下來，而今天發生的事對他們來說遠不只是成功找到食物這麼簡單。他們第一次從樹上下來，第一次跨越100米死亡地帶，第一次知道地面雖然危險，卻並非絕對不能踏足。今天的行為會像某種最原始的代碼一樣慢慢沉進基因和本能裡，等下一次食物耗盡，他們仍會遷移，再下一次還是會遷移，1次、2次、20次、30次，直到有一天，大地不再只是恐懼的代名詞，而成了他們真正的家。生命的進化本就是在危險中學習適應，在適應中學會利用，最終再去征服環境。傍晚時分，太陽西沉，史前天空乾淨的近乎不真實，沒有鋼鐵森林，沒有煙塵霧霾，抬頭便是鋪天蓋地的繁星。樹枝上，那只今天第一個跳下地面的猿猴正安靜坐着。平日裡，他這個時候早該睡了，可今天他吃得太飽，肚子脹得難受，只能保持坐姿。於是他便這麼無所事事地待着。風吹過細長的毛髮，他那雙本該空洞的眼睛忽然透過枝葉縫隙投向了夜空。他看見了星河，於是他就這麼看着，不是1眼2眼，而是久久地看着。1分鐘、2分鐘、1個小時、2個小時，天幕鏡頭也在這一刻定格到了他身上。沒有人知道他在幹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按理說，以他那顆橘子般大小的大腦，根本不足以支撐思考這種事，但真的如此嗎？天幕把鏡頭長時間定格在那只仰望星空的小猿猴身上時，龍國研究組和直播間觀眾幾乎都急了。別的文明觀測者都在忙着拆數據、看習性、找缺點，盤算着之後該怎麼補力量、提速度、換環境，盡可能把被觀測物種往更完美的方向推。可偏偏你像是對一只坐在樹枝上發呆的猿猴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觀測視角遲遲不肯移開。在他們看來，這根本毫無意義。與其盯着一只吃飽了、坐在枝頭發呆的小猿猴，不如去看別的始祖地緣還在如何活動，至少還能分析出一些生理缺陷和未來的干預方向。就連秦老此刻也有些看不懂你到底想做什麼，除了擺爛，他們一時竟想不到別的解釋。然而，没有人能理解直立行走對始祖地緣意味着什麼，同樣也没有人能理解一只猿猴第一次久久注視滿天繁星又究竟意味着什麼。也許他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思考，那顆只有橘子般大小的大腦還承載不了太複雜的邏輯。可意識顯然已經開始萌芽，意識一旦出現，好奇、恐懼、勇氣、失落這些最初級的情緒便會跟着誕生。他為什麼盯着天上那些發光的東西？也許只是單純好奇，那究竟是什麼？能不能吃？也許只是因為星空太亮、太遠、太吸引目光，所以他看着看着就忘了低頭。不管答案是什麼，結果都已經注定。在這一刻，他對星空產生了好奇，而這份好奇本身就是劃時代的東西。他或許永遠不可能在自己短暫的一生裡觸摸到那些光點，也不可能驗證那份疑惑。可這份最初的情緒，卻會像某種極其微弱卻頑強的信息一樣，一點點沉進基因深處，隨着血脈不斷傳遞下去。他的後代也許會在某個平凡的夜晚再次抬頭，看見同樣的星空，然後在基因最深處生出同樣的困惑，一代接着一代，100年、1000年、10000年、100萬年，直到数百萬年後，這份持續了漫長歲月的疑問，終於被真正回答。對別人來說，地球 Online 只是國運遊戲，可對你而言，這更像是一場被直接展開在眼前的人類起源史，幾十億年的演化，從單細胞到史前猿類，才終於等來第一只會停下腳步，抬頭注視宇宙的生命。之後，不過幾百萬年，人類便能真正踏足星海。若把仰望星空比作在地上發現一顆寶石，那麼後來的整個人類文明，不過是終於彎下腰把它撿了起來。所以你鄭重地記錄下這一幕。在你看來，當第一只猿猴抬頭仰望星河時，人類對於宇宙的探索其實就已經完成了80%。你手中的記錄本很快被寫滿，可這一
刻的震撼，除了你之外，根本无人能懂。緊接着，天幕重新加速，一個種族的興衰從來不是一朝一夕。自從第一支地猿為了活命踏上大地，跑向新的樹林之後，這種行為便被整個族群繼承了下來。很快，當新樹林裡的果實再次被吃空時，始祖地猿沒有再像從前一樣困死在樹上，而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從枝頭下到地面，朝着更遠的地方遷移。既然原本的環境已經無法供養他們，那他們就去追逐食物，去適應新的棲息地。於是，樹木逐漸不再是他們唯一的家，他們開始更多的在地面活動，開始一邊被各類頂級掠食者追殺，一邊頑強的活下來。支撐這一切的關鍵正是直立行走。直立的缺點十分明顯，速度變慢，面對猛獸時更難脫身。可偏偏它也帶来了極為重要的優點，首先是耗能下降，四足行走像全食四驅，4個支點同時發力，穩定卻格外費能量。兩足直立更像一個不斷前傾又被拉回的倒立鐘擺，身體會借助重力勢能交替向前，結果就是在同樣的體能儲備下，直立行走的消耗明顯降低。系統6維裡，始祖地猿原本高的誇張的耗能指數，硬生生從6星降到了5星。而除此之外，直立還有一個更直接、更物理的優勢——散熱。四足動物的整個背部都攤在太陽下，受熱面積太大，一旦長距離奔跑，體溫就很容易過高。可始祖地猿直立之後，朝向烈日的面積驟減，身體更容易散熱，也就更能頂着高溫持續行走。結果就是他們的耐力進一步提升，能走得更遠，撐得更久，也就有機會在更大範圍內尋找食物。於是，一個看似無比弱小的物種，竟靠着這點變化，從版本開局一路苟活了下來，甚至開始出現擴張與壯大的趨勢。很快，天幕把鏡頭定格在一隻懷孕的母地猿身上，她腹部鼓起，新的生命正在孕育，這本該是整個種族延續的希望。可偏偏也正是在這裡，直立行走最致命的代價第一次無比清晰地暴露出來。分娩開始後，那隻母地猿痛苦的近乎扭曲，整個生產過程艱難的超乎所有人想象。它本能般的發出尖銳慘叫，聲音在荒野中不斷回盪。對現代人來說，生產的慘叫只是痛苦，可在危機四伏的史前環境裡，這簡直等於在主動暴露位置，稍有不慎就可能把附近的猛獸引來，把整個族群都送上絕路。這一次，他們運氣不錯，周圍沒有大型掠食者活動。可問題是，大自然裡不可能次次都靠運氣。龍國研究組裡，秦老看着這一幕，終於把事情看透了。他指出，大猩猩、猴子之類雖然也能偶爾站起來走，但那不是真正的人類式直立，他們的骨盆更寬，腿更短，必須以明顯外八、螺圈腿的方式保持平衡，而且大多數時候仍要依靠雙手輔助。別說長距離奔跑，連穩定都成問題。可始祖地猿不同，從第一次落地到後來幾代更替，他們的身軀在不斷挺直，雙腿間距越來越收窄，行走模式已經越來越接近真正的人類。換句話說，他們正在掌握一種本該只屬於人類的特性，這在藍星現有的認知裡幾乎堪稱炸裂。畢竟這個世界普遍相信神創論，人類是獨特而高等的存在，誰會願意接受遊戲裡的猿猴竟然在複製人類的能力？這種事實可震驚歸震驚，生理規律卻不會因此改變。真正的問題很快就來了，直立行走意味着骨盆逐漸變窄，而胎兒則在重力作用下不斷下墜。對於大多數四足哺乳動物來說，分娩幾乎是順其自然的事，像媽媽站着都能完成生產，卵生動物更是直接下蛋。可始祖地猿不同，狹窄的骨盆讓分娩變成了一場真正的生死劫。天幕裡，那只母地猿足足痛苦了1個多小時，才勉強把幼崽生下來。任何一個意外都足以讓她和胎兒一起送命。秦老很快又看出了更殘酷的一點，為了能順利通過窄的產道，胎兒根本不能在母體內完全發育成熟，只能提前出生。換句話說，始祖地猿的幼崽必須像人類嬰兒一樣，以半成品的狀態早產。也正因如此，人類的孩子要過很久才能學會走路，而大多數哺乳動物生下來不久便能站起奔跑。對已經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來說，這不算什麼，可對隨時可能被猛獸盯上的始祖地猿來說，這幾乎是致命打擊。一個本就弱小的族群，生產還如此困难，幼崽還如此脆弱，怎麼看都像是自尋死路。於是龙國研究組的判斷迅速統一，如果後續能得到場外援助機會，最穩妥的方案或許就是主動干預，讓始祖地猿放棄直立行走，重新回到更適合他們的四足模式。秦老甚至當场讓人開始記錄地猿當前的骨盆、脊柱、肌肉和行走數據，準備提前研究該怎麼把這個錯誤糾正回來。而龍國直播間裡的觀眾雖然沒有秦老那樣的專業知識，卻也已經看得頭皮發麻。隔壁毛熊國的剑齒象幼崽一出生就能站能走，至少有基本保命能力。可你這邊剛生下來的地猿幼崽卻虛弱得像一團沒長好的肉，母體也幾乎被耗空，更別提始祖地猿一路走來，別的物種不是在大殺四方，就是在展現自己多能打，唯獨他們一直在逃命，吃的也不過是野果和樹根，看上去簡直哪都不占優勢。然而你依舊沒有動，在你看來，致命的弱點未必就是壞事，很多時候它反而会成為進化被迫突圍的契機，就像環境逼着地猿下樹一樣，生死路口，生命往往會在絕境裡自己開路。所以你繼續盯着畫面，沒有急着使用任何一次主動干預。很快，天幕給出了更具體的結果，新生的小地猿果然脆弱至極，連眼睛都睜不開，四肢短小無力，毛髮也稀疏的可憐，只能躺在母猿提前找來的大葉子上，像條小毛毛蟲般輕輕蠕動。它發出細弱的叫聲，這是它唯一傳遞需求的方式。母猿已經虛弱到了極點，可刻在所有哺乳動物基因裡的母性仍在驅使它行動。它艱難地把幼崽抱進懷裡，試圖哺乳。可問題是，分娩幾乎榨乾了它所有體力和營養，它根本擠不出哪怕一滴乳汁。沒有食物，這只未發育完全的幼崽連一天都撐不過去。而更殘酷的是，周圍雖然還有別的地猿，可它們最多只是因為扎堆更安全才聚在一起，並沒有幫助同類的概念。它們能看見母猿的窘迫，卻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幫助。對於這個階段的始祖地猿而言，還太陌生了。母猿環顧四周，那雙空洞的眼裡第一次明顯浮現出某種複雜情緒，直到最後，他把目光落到一只體型更高大也更強壯的雄性地猿身上，那正是幼崽生理上的父親。按自然界最常見的逻輯，雄性負責提供基因，之後便轉身離開，撫育後代。
在是雌性的事，可偏偏這一次那只雄性的猿動了。他從草叢裡翻出自己此前藏下的2枚椰果，抱着果子走到母猿面前，低低叫了幾聲，像是在傳遞某種還說不清的意思。母猿仿佛聽懂了，幾乎是搶過果子，急切地往嘴裡塞。他知道自己必須立刻補充營養，才能分泌出乳汁，讓懷裡的幼崽活下去。而那只雄性地猿並沒有因為食物被吃掉而不滿，他只是歪着頭，一會兒看看母猿，一會兒看看那個小的可憐的幼崽。此刻他的大腦已經從早期的橘子大小膨脹到了更接近葡萄柚的程度，腦容量提升所帶來的不僅是更強的反應，還有一點點開始成型的判斷力。他似乎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個脆弱的小東西與自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後代便是所有生命最底層的代碼，無論哪一種生物，歸根到底做的一切都繞不開繁衍與延續。於是他像是完成了自誕生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思考，如果想讓后代活下來，就得先讓母猿活下來，而母猿抱着幼崽便無法獨自觅食自保。換句話說，只要幼崽還沒長大，自己就得留下。这一刻，他或許第一次觸碰到責任的邊緣。在其他人眼裡，這不過是一只雄性地猿遞出了2顆果子，平平無奇，沒什麼好說的。可你卻看得心頭一震，因為你知道，這和第一只猿猴跳下樹枝，踏上大地一樣，都是細小卻關鍵的歷史轉向。進化從來不是一夜之間的逆天改命，而是無數個微不足道的小變化，在生死壓力下一次次疊加，最後徹底改寫物種的道路。直立行走帶來的高難度分娩，逼得地猿必須互相扶持。一個母親根本養不活如此脆弱的幼崽，那麼要想讓後代存續，便只能出現新的關係結構。於是家庭開始萌芽，那只雄性地猿沒有離開，反而慢慢守在母猿和幼崽身邊。他一開始並不知道該具體做什麼，只能笨拙地待着看着。可隨着時間推移，他開始出去尋找食物，再把食物帶回來。也正是在這裡，直立行走的另一個巨大優勢開始顯現。搬運4足動物無論多強，真正能穩定攜帶物資的也只有一張嘴。它們可以把獵物拖到相對安全的地方，但不可能叼着沉重食物跑太遠，更不可能一邊叼着食物一邊與敵人周旋。吃不完的肉往往只能丟下，最後便宜了食腐動物。可始祖地猿不一樣，直立解放了雙手，它們可以把東西抱在懷裡帶走，把食物從 A 點搬到 B 點，把多餘資源送回伴侶與幼崽身邊。這一點看似普通，實則極其可怕，因為只要能穩定把食物帶回去，撫育後代的成本結構就徹底改變了。母猿不必在最虛弱的時候冒險覓食，便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哺育幼崽上。幼崽因為得到更久更穩定的照料，存活率也会大幅提升。換句話說，直立行走帶來的生育弊端，並沒有直接把地猿推向毀滅，反而逼着他們用家庭去解決這個問題。而家庭一旦出現，更深遠的東西也隨之落地。文明的基石有了家庭，才會出現穩定的分工，有了分工，才會出現更高層級的合作，而合作與摩擦並存之下，文明才真正有了誕生的可能。所以在你眼裡，直立行走和家庭觀念就是拼圖裡已經落下的2塊關鍵核心，它們還不夠完整，但方向已經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很快，這種變化從個體延伸到了族群，地猿不再單獨外出覓食，而是3、3、2、2、4、5成群的一起行動。猿猴多了，眼睛就多了，警惕性也跟着暴漲，它們會自然分散視線，一直盯一個方向，一旦發現風吹草動，就會立刻發出警報，甚至在遇到危險時，已經開始出現相互掩護、共同撤退的跡象。也正因為如此，最先察覺出不對勁的反而是高蚌國。高蚌國觀測的正是短劍劍齒虎，而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始祖地猿幾乎就是劍齒虎最穩定、最好下口的獵物。高蚌國觀眾每次看見劍齒虎輕鬆捕獲地猿，都會興奮不已，仿佛現實裡壓不過龍國，至少還能在遊戲裡佔據上風。可偏偏隨着時間推移，他們越來越發現，捕獵始祖地猿這件事莫名其妙變難了。以往劍齒虎只要盯上地猿，10有8、9都能得手，現在卻常常隔着老遠就被發現，地猿轉頭就跑，而且逃跑時明顯更有章法。很快，天幕就給出了最直觀的一次演示。車太賢把觀測視角鎖定在一只離地猿栖息地最近的短劍剑齒虎身上，那頭劍齒虎沒有辜負期待，早早就發現了遠處的地猿蹤跡。他也很清楚，如果貿然撲進複雜的樹林和灌木地帶，地猿完全可以重新竄上樹，那樣狩獵反而會失敗。所以他選擇埋伏。頂級獵手最大的本事，從來不只是撲擊，還有耐心。他趴在草叢裡一動不動就是好幾個小時，直到正午太陽最毒的時候，4只地猿終於結伴走了出來。他們特意挑這個時間出來覓食，顯然也是經驗積累後的結果。中午太熱，4足掠食者往往不願久動，而地猿因為直立散熱更好，反而更適合在這種時候活動。可這一次，他們還是撞上了一個足夠耐心的獵手。短劍劍齒虎一點點壓低身體，緩慢逼近，肌肉也隨之繃緊，仿佛一張拉滿的弓，只等最後那一下爆發。結果就在他準備彈射而出的瞬間，一只負責警戒的地猿突然察覺了異常，急促叫了起來，那聲音裡全是危險信號，連劍齒虎都被驚得動作一致。下一秒，4只地猿同時轉身逃命。更絕的是，他們逃跑的方向竟然各不相同，顯然已經形成了某種本能式的應對策略，一旦被發现就立刻分散，逼得掠食者无法第一時間決定追誰。短劍劍齒虎果然愣住，他左看右看，前後猶豫，最佳出擊時機瞬間被拖沒。等他終於想追時，4只地猿已經各自拉開距離，而頭頂毒辣的太陽也讓他的體溫迅速攀升。他張開大嘴，大口喘氣，身體已經開始發出過熱預警。食物固然重要，可一旦追擊太猛，把自己也打進去，那就得不償失了。結果他只能眼睜睜看着那幾只地猿跑遠，最後無奈退回陰涼處。高蚌國直播間當場炸鍋，他們無法接受一群本該被隨便獵捕的猴子竟然越来越難抓。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看來，這絕不是始祖地猿自己演化出來的能力，而是你偷偷用了主動干預，否則憑那群弱小的猿猴，怎麼可能在短剑剑齒虎眼皮底下跑掉？結果高蚌國民眾越想越覺得是這麼回事，連車太賢自己也回頭朝你的方向看去，眉頭緊皺，幾乎認定你已經動過一次手腳。在他看來，你大概率提升了地猿的神經反應或警覺能力，所以他们才会提前察覺危險。只是他並不知道，你直到此刻一次主動干預都還沒用過。不過這並不重要，既然
高棒國已經認定龍國先出手了，那他們自然也不打算繼續旁觀。車太賢很快決定，立刻消耗一次主動干預機會，同時接通場外援助。地球online的干預從來不是亂點技能樹那麼簡單，要提力量就得動肌肉，要增體型就得动骨架，要讓陆生動物適應水裡，甚至得從呼吸系統開始重做。任何一個環節改錯，都會引發連鎖崩壞。你當然不可能給陸地猛獸隨手裝個鰓就完事，因為很可能最後的結果是他在陸地上用鰓呼吸，到了水裡反而還得用肺，直接把自己玩死。所以在這方面，車太賢根本不敢自作主張，他的干預次數很快從3次變成2次。隨後，高棒國研究組的通訊建立成功，對面也早已摩拳擦掌。在他們看來，這次很可能是建立優勢的最佳機會，所以態度非常明確，一定要借這次版本建立絕對的壓制。只不過，研究組並沒有建議直接修改短劍劍齒虎的身體結構，原因很簡單，他們对這種生物的理解還不夠徹底，胡亂改強很可能反而把版本優勢改廢。於是，他們把方向瞄準了另一個地方：生活習性與環境偏好。通過長期觀察，他們發現短劍劍齒虎雖然大多數時候單獨行動，卻並沒有那麼強烈的領地排他性。在同一區域裡，同時出現2、3只、3、4只劍齒虎並不罕見，它們更多是介於獨居和群居之間的狀態。既然如此，那就完全可以不去硬改它的身體，而是直接改它的想法，讓他們覺得現有栖息地不夠舒服，必須遷移到更合適的地方去。而那個更合適的地方，正是始祖地緣如今活動的區域。這幾乎就是一場名牌的圍困。單只分散的劍齒虎已經足夠強了，如果能讓越来越多的劍齒虎向同一片區域集中，那地缘哪怕再會合作、再會預警，也很難從成規模的頂級掠食者包圍中逃出去。更可怕的是，這還不僅僅是在針對始祖地緣。從高棒國研究組的理解來看，這個版本真正的隱藏玩法，很可能已經不再是想辦法讓自己的物種活下去，而是利用主動干預，主動發動一場生態層面的擠壓，把別人的生存空間徹底壓縮。策略定下後，車太賢立刻照做。那片如今被始祖地緣當作栖息區的地方，本就是一塊地貌複雜的區域，樹林、草原、山地、灌木帶應有盡有，附近也本就分布着少量短劍剑齒虎。可隨着高棒國的習性干預落下，整片大陸上的所有短劍剑齒虎潛意識裡都突然多出了一條強烈傾向：他們現在生活的地方不夠舒服，不夠適合自己，真正理想的棲息地在另一個方向。於是，一場龐大的遷徙開始了。一只又一只短剑剑齒虎離開原本地盤，朝着同一個目的地前進。天幕之上，甚至直接投出了一張大陸地圖，密密麻麻的紅點從四面八方緩緩匯聚，粗略一看，數量竟已達到數萬。它們之中，有些可能會在半路找到類似環境而停下，可總體趨勢已經不可逆轉。短劍劍齒虎這個本就處於生態位頂端的物種，正在被人為的推向一次大規模汲取。而一旦這股力量真的在始祖地緣周邊完成匯合，那被改寫的就不會只是幾場狩獵，而是整片區域的生態平衡。到那時，別說始祖地緣，周邊大量物種恐怕都將成為這場頂級掠食者浪潮下的犧牲品。看着地圖上越來越密集的紅點，高棒國上下幾乎已經開始提前慶祝，他們仿佛看見了劍齒虎群席捲而過，徹底壓垮地緣，也順帶把其他競爭者一起碾平的畫面。龍國也好，櫻花國也好，在他們的幻想裡，似乎都已經成了下一批注定被淘汰的对象。一時間，高棒國仿佛都陷入了美好的幻想一般。高棒國的主动干涉見效极快，沒過多久，始祖地緣活動區域內的短劍劍齒虎數量便開始暴漲。原本這片區域裡能有3、4只短劍劍齒虎同時活動就已經算多了，可現在3、3、2、2結伴出現的劍齒虎隨處可見，數量起碼翻了10倍，而且還在持續增加。如此一來，始祖地緣剛剛依靠合作、家庭和群體警戒建立起來的一點生存空間，頓時又被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以前看到一只短劍劍齒虎轉身逃避也就罷了，現在看到一只，往往意味着附近還埋伏着更多只。地緣們一旦外出覓食，就極有可能一頭撞進圍堵圈，能安全返回的概率越来越低，食物來源不再穩定，整個族群也再次被逼到了生存危機的邊緣。天幕之外，龙國直播間幾乎直接炸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高棒國這不是正常競爭，而是赤裸裸的奔着針對龍國來的。彈幕裡一邊指責高棒國勝之不，一邊也有人急得不停呼籲，既然對方已經主動干涉了，那你這邊就該立刻動手，趁着更多劍齒虎還沒徹底匯聚之前，讓始祖地緣趕緊遷移，總比留在原地坐以待斃強。龍國研究組內，秦老等人也急得不行，問題就在於他們明知道危機來了，卻沒法主動聯繫。新規則下，只有文明觀測者自己選擇場外援助，國家層面才能介入溝通。也就是說，在你按下那個按鈕之前，研究組連提醒你一句快撤都做不到。然而，劍齒虎數量異常增加的事，你當然已經發現了。你抬頭看了一眼高棒國的車太賢，對方也像是心有灵犀一般望了過來，隨後得意地揚起嘴角，嘴唇無聲開合，擺明了再說你輸定了。你只是平靜地看着他，隨後无声回敬了4個字，目光短淺。因為在你看來，高棒國這一手表面上是在圍堵始祖地緣，實際上卻愚蠢的近乎自毀。短劍劍齒虎本來就是頂級掠食者，靠單體能力就能穩穩站在食物鏈高位，可高棒國偏偏不滿足，硬是靠主動干涉把大量剑齒虎往同一片區域裡塞。這樣做，短時間內的確會形成絕對武力優勢，可他們顯然沒想過，生態系統不是光有獵手就行，獵手多了，獵物並不會同步增長，甚至還會因為危險程度陡升而本能遷離。等周邊獵物被吃光嚇跑，這片區域很快就會陷入資源枯竭的局面，到時候聚集起來的劍齒虎養不活自己，局面只會失控。所以這一步看似極具壓迫感，實則是短視的竭澤而漁。更何況始祖地緣本來就沒什麼強烈的領地觀念，他們從最早的稀疏樹林一路被追着跑到山地，遷移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新鮮事，趨吉避凶本就是生物本能，真到了待不下去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會繼續跑。所以你並不擔心始祖地缘会被這一波直接壓垮。
垮。不過高棒國這一手倒也的確提醒了你，地缘们該有的基礎已經差不多都齊了，直立行走有了，家庭概念開始萌芽，合作意識也已經出現。既然如此，那第一項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天賦也該裝上了。而你為始祖地緣準備的第一次主動干預，從一開始就很明確，解鎖投擲，按照正常演化，這一步至少還得再等幾十萬年，等地緣徹底適應直立，進一步改變上肢結構之後，才可能慢慢點出來。可你沒有那個時間等到版本自然推進，所以你要直接把這段演化提速。想到這裡，你調出了始祖地緣的完整數據面板，點擊了干涉按鈕。這一瞬間，龍國研究組終於長長鬆了口氣，至少從這個動作看，你並不是打算無所作為。秦老立刻讓人把所有現有分析資料都調出來，準備在你開啟場外援助時，第一時間給出最完整的干預建議。結果下一秒，他們就集體傻眼了，因為你壓根沒打算點開那個綠色場外援助按鈕，而是直接自己開始操作。研究組眾人徹底懵了，可你思路卻無比清晰。對於恐怖直立猿來說，真正讓他們立足世界之巔的，不是單純的體型，也不是單純的蠻力，而是幾項堪稱戰略級優勢的獨特能力。直立行走是一項，而投擲是另一項。想讓始祖地緣真正具備投擲能力，核心不是讓他學會把東西拋出去，而是重構他的身體，讓他擁有高效而具威脅性的投擲的硬件條件。你首先把目光落在了地緣的脊柱和肩膀上。如今的始祖地緣，因為長期直立，已經擁有了明顯區別於四足動物的 S 型脊柱，而不是傳統的 C 型。這一點極其關鍵，因為 S 型脊柱不僅承擔直立行走時的垂直壓力，同時也賦予了腰部更強的扭轉能力。它可以像彈簧一樣儲存、釋放一部分力量，這正是投擲動作中最核心的蓄力基礎。有了這塊底板，接下來便是肩膀。此時的地緣肩膀仍然更接近普通靈長類，短小，活動角度有限，關節像是被鎖住了一樣，根本無法完成人類那種大幅度後拉、蓄力式的投擲。所以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這把鎖打開。於是你先拉長鎖骨，直接加寬肩膀，讓它的肩線更接近人類式的結構。接着下移肩部位置，調整肩關節開合角度，讓手臂能夠向後拉得更開。然後強化肩關節周圍的肌肉、肌腱和韌帶，讓整套結構不僅更穩，而且更富有彈性。說白了，你是在把始祖地緣的上半身改造成一張真正的生物重弩。寬鎖骨是弓架，肩關節的擴展是開弓空間，強化後的韧帶肌腱是弓弦，而 S 型脊柱與腰部扭轉則負責進一步蓄力。到真正投擲時，力量就不再只是單純靠手臂肌肉往前拋，而是從腳下站穩，腰背旋轉，肩膀後拉，到最後整條手臂順勢甩出，形成一整套高效的动能傳導。這也就意味着始祖地緣終於擺脫了自然界裡幾乎所有陸地生物都必須遵守的近戰局限。在被你改造之前，地緣當然也能丟東西，但那更像是拋，肩膀鎖死，動作有限，哪怕用盡力氣，投擲速度也不過每小時30公里左右，距離通常也就5到10米，威脅十分有限。可被你改造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他們可以真正把石頭向後拉開，再利用全身的彈性势能掷出去，那已經不是簡單的扔，而是具備了真實的打擊力。10米、幾十米，對自然界的大多數猛獸而言，本來就是無法跨越的距離鴻溝。你想壓制我，就得先靠近我，你一靠近，我就後退；你一停頓，我便發動遠程反擊。若是未来再進一步解鎖工具使用能力，那丟出去的就不再只是石頭，而是更具威脅的防禦手段。空有強大的近戰能力，卻難以形成有效接觸，這才是真正的降維壓制。也正因如此，你非常清楚，這套改動並不是普通強化，而是獨屬於始祖地緣乃至未來人類祖先的專屬天賦，其他任何生物都學不來。因為這從來都不是單改肩膀那麼簡單，而是直立、脊柱、腰部、鎖骨、關節、韌帶共同配合下才能點出來的獨家優勢。做完這一切後，你看着面前的調整結果，十分滿意。而隨着干涉結束，你對始祖地緣做出的修改也迅速同步到了整個族群之中。一隻隻地緣的身體悄然發生變化，肩膀更寬，鎖骨更長，肩後肌肉略微隆起，整體身形也顯得更結實了幾分。只不過這種變化雖然明顯，卻並沒有立即改變他們的日常，因為他們自己還根本不知道身體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依舊照舊生活，只不過最近短剑剑齒虎越來越多，原本棲身的林地已經越來越危險，於是地緣們不得不繼續往山裡退。山地地形複雜，能有效限制剑齒虎的突进，而且山中還有天然形成的山洞，比開闊林地安全得多。此刻，一只母猿正抱着幾個月大的幼崽，坐在山洞口發愣。它在等外出觅食的雄性地緣們回來。自從家庭概念出現後，這種分工已經越來越自然，母猿負責哺育幼崽，雄猿則承擔了更多外出巡視的任務。可今天天色都已經開始暗了，那些外出的地緣卻還沒回來。時間一點點過去，黃昏降臨，外面的世界也越來越危險。對地緣而言，黑夜幾乎等於危險的放大器，他們的夜視能力遠遠不如猛獸，一旦失去視野，再多的合作與警戒都很難發揮作用。母猿當然還理解不了擔憂這種高級情緒，可他能感受到飢餓，他需要食物，懷中的幼崽更需要食物。山洞裡的其他地緣也一樣。終於在傍晚的橘色餘暉中，幾道身影從遠處晃晃悠悠地走了回來，是外出的地緣，一共6隻，每一隻懷裡都抱着一堆拳頭大的果實。母猿立刻興奮起來，吼叫着招呼洞內同伴。很快，一隻又一隻地緣跑到洞口，看到歸來的同伴後，本能的歡呼，食物回來了，今晚就能安頓下來了。可當6隻地緣真正走近，把果實堆在山洞一角後，洞裡很快有人意識到了不對。今天正午時，明明出去的是10幾隻地緣，現在卻只回來了一半。有地緣圍着歸來的6隻來回打轉，又跑到洞口朝外張望，像是在問其他的呢。而歸來的地緣彼此對視，神情裡帶着明顯的惶恐。他們今天遭遇了足足6隻短劍剑齒虎的襲擊，那些掠食者來得太快，也太強勢，幾乎一照面就
就打散了地緣的陣型，幾隻同伴未能幸免。若不是劍齒虎群很快就被已捕獲的目標吸引，剩下的地緣連撤回來的機会都沒有。這個消息不需要語言解釋，那種倉皇的氣氛本身就足以傳遞。不過智慧低也有智慧低的好處，他們不會像人類那樣長時間沉浸在哀傷裡。自然界裡生存的壓力總是最直接的，於是飢餓很快重新壓過一切。地緣們圍坐下來，開始分食那堆沉甸甸的果實。這是一種類似堅果的大果子，味道不錯，但可極硬。地緣們平時吃它全靠牙啃，他們如今還帶着明顯獸性，犬齒足夠鋒利，啃得開，只是十分費勁。山洞裡很快響起一片啃食聲，然而抱着幼崽的母猿只有一隻手能騰出來，實在使不上力，啃了半天也打不開，急得不行。就在這時，他低頭看見腳邊有一塊石頭，像是忽然想到什麼一般，把果子放到地上，撿起石頭高高舉起，猛地砸下，咔嚓一聲，堅硬的外殼应聲而裂。母猿頓時興奮不已，急忙把果肉塞進嘴裡。對面的地緣看到這一幕，眼睛一下就亮了，他指着母猿腳邊的石頭，又舉了舉自己手裡的果子，意思很明顯，借我一下。母猿明白了，像往常那樣順手把石頭朝对面拋去。可問題就在於，他現在的身體已經不是剛才那個身體了，肩膀拉開角度更大，鎖骨更長，整套頭質結構已經被你改造完成。母猿自己根本沒意識到變化，還按老習慣用了差不多80%力氣，結果下一瞬，那塊石頭帶着遠超以往的速度，結結實實砸在對面地緣腦門上，砰的一聲，那只地緣被這股衝力帶得往後一倒，捂着腦袋來回翻滾，疼得哇哇亂叫。山洞裡其餘地緣都看懵了，母猿也愣住了，自己似乎也沒搞懂，明明只是一塊小石頭，怎麼會有這麼大威力？而被砸中的那只地緣痛了半天之後，反倒從這股力道裡敏銳地發現了不同。他撿起那塊肇事者，翻來覆去看了半天，完全不理解，就這麼個小玩意為什麼能產生如此強烈的衝擊感？想不明白，那就試試。於是他攥着石頭，轉頭就朝另一只身形魁梧的地緣掷了過去。咣當一聲，又中，被砸中的地緣同樣猝不及防，吃痛出聲。這下發現新大陸了，這只地緣瞬間興奮起來，立刻開始瘋狂撿石頭，然後一個接一個往同伴身上掷，一個躲閃不及，兩個被擊中，整個山洞裡一時間雞飛狗跳。他越砸越興奮，幾乎高興地跳腳，直到最後徹底激起眾怒，被幾只地緣一起按住，教育了一番，他才總算停下。可雖然被制止了，他還是急着想表達什麼。好不容易掙脫後，他立刻指着地上的石頭，又做出誇張的投掷動作，嘴裡還不停配音咻砰咕咕嘎嘎。在這樣连比帶畫的演示下，其餘地緣似乎漸漸反應過來了，原來厲害的不是某一塊石頭，而是把石頭有力地丟出去這件事本身。於是更多地缘開始嘗試，他們把地上的石頭撿起來，有的朝遠處扔，有的朝樹幹扔。很快他們就發現，石頭一旦飛起來，產生的力道竟大得驚人，砸在粗壯樹幹上甚至都能留下明顯痕跡。體型最魁梧的一只地緣更是誇張，用足力氣後竟然能把石頭扔出幾十米遠，整個山洞瞬間陷入集體狂喜。他們很快還摸索出了更細的门道，太小的石头衝擊力不足，太大的又扔不遠，唯有那些巴掌到手掌大小、中等重量的石頭威力最強、最順手。於是一群地缘開始瘋狂收集這種剛刚好的石頭，像是意外拿到了某種頂級新玩具，興奮的完全停不下來。結果外面天都已經徹底黑透了，他們還在洞裡吵鬧不止，而黑夜安靜，吵鬧就格外顯眼。同一時間，高棒國直播間裡，車太賢的視角正鎖定在3只入夜後仍在尋找食物的短剑劍齒虎身上。最近牽過來的劍齒虎越來越多，競爭壓力暴漲，自然有不少開始餓肚子。這3只就是如此，他們在平原和樹林外圍爭不到太多獵物，乾脆冒險摸進了山林。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快就聽見了山洞中地緣們此起彼伏的動靜。高棒國觀眾先是一愣，隨即精神一振，有人已經去龙國直播間確認過了，那裡頭果然就是一群猿猴，正抱着石頭玩得不亦樂乎。在他們看來，這簡直就是絕佳的捕獵機會。於是3只短劍劍齒虎迅速壓低身形，借着夜色悄無聲息地朝山洞摸去。黑夜本就是掠食者最好的保護色，哪怕是他們這樣的大體型猛獸，只要收斂動作也足夠隱蔽。很快他們摸到了洞口附近，龍國直播間裡觀眾已經快不敢看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以往哪怕是一只短剑剑齒虎都能給地缘们帶来極大的壓迫感，現在來的可是3只，而且山洞還是封閉空間，若被毒死在裡面，幾十只地缘的處境將極其危險。果然，領頭的短劍劍齒虎已經跨進了洞口邊緣，他先是聳動鼻頭，嗅了嗅空氣中的氣味，很快便確認裡面目標不少，他已經做好了出擊的準備。然而就在他準備發动突襲的那一瞬間，一塊石頭忽然從洞內飛了出來，砸在他旁邊的山壁上，發出噠的一聲脆響，隨後滾落到他腳邊。這動靜太突兀了，直接把全神貫注的短劍劍齒虎都驚得一激靈，猛然後退2步，對着石頭低吼起來。那一聲虎吼也瞬間把洞內所有地緣都嚇得安靜了下來。他們太熟悉這個聲音了，那是短劍劍齒虎，是他们長久以來的壓迫者。借着稀薄月光，洞內的地緣們終於看清了洞口那道龐大身影，厚重的軀體，極具威脅的體型，壓迫感強的幾乎要把整個洞都塞滿。而更糟糕的是，很快又有2道影子出現在洞口左右，把出路徹底封鎖。3只短劍劍齒虎像3堵牆一樣站在那裡，幾十只地緣只能擠在山洞最深處，背靠岩壁，退無可退。領頭那只劍齒虎確認那塊石頭並不會自己動之後，重新把目光投向黑暗中的目標群。他微微俯低身軀，這一次不再是隱藏，而是為了更快衝鋒。身旁另外2只也是如此，在他們看來，面前這群猿猴根本不值一提，接下來只是純粹的壓制。於是3只猛獸同時發力，朝着地緣群猛衝而來。而也就是在這一刻，縮在最前排的一只地緣做出了與眾不同的反應，那正是最先發現石頭有用的那只地緣。他同樣緊張的發抖，心臟幾乎快從胸口跳出來。他也想往同伴身後躲，可他擠不進去，只能硬生生站在最外面，成了第一排。他親眼看着3只劍齒虎壓低身體，又親眼看着他們
們急速逼近。放在以前，這一幕早就足以讓他失去反抗的勇氣，血脈裡的警惕，身體裡的本能都在告訴他跑，快跑。可偏偏他手裡还死死攥着一塊拳头大的石头。這一瞬間，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想什麼，也許只是緊張到了極致，也許只是求生本能在逼他做出反應。总之，他猛地張開嘴，發出一道高亢的吼叫，像是在給自己壮膽，也像是在絕境中的宣告。而就是這一下，像是把他自己从戰慄中喚醒了。他猛地站直身體，腰部極限扭轉，手臂向後拉到最長，這是他白天剛剛摸索出來的動作，如今卻本能般被完整用了出來。整個人像一张繃到極限的弓，手裡的石頭則成了离弦的箭。下一秒，他把石頭全力掷了出去，咻！石頭飞出的速度极快，帶着强烈的破空声，衝在最前面的那只短剑剑齿虎距離他們已經不足10米。這種距離下，剑齿虎根本來不及反應，甚至都沒看清那飛來的到底是什麼。砰！石頭帶着巨大的動能，狠狠擊中他的面部。衝得最快的那只剑齿虎當场受到強烈震盪，巨大的衝力讓他的動作瞬間变形，整個身體失去平衡，重重摔倒在地。他甚至出現了短暫的眩暈。發生了什麼？後面2只剑齿虎也瞬間剎住了身子，他們親眼看見前面的同伴還沒碰到目標，就像遭到了某種無形的重擊，直接翻倒。未知帶來了極大的忌惮，他們一時之間甚至不敢再往前衝，只能惊疑不定地圍着倒地那只打轉，試圖弄清剛剛發生了什麼。而那只倒地的劍齒虎此刻更是暈眩無比，那塊拳頭大的石頭雖然不足以致命，但強烈的衝擊力足以讓他失去原有的攻擊節奏。他勉強翻過身，想撐起來，卻有些搖晃，只能趴在地上發出低沉的警告聲。地緣這邊出手的那只也在劇烈喘息，可看着昔日高高在上的压迫者就這麼倒在自己面前，他忽然意識到了一個過去從未想過的事實，原來自己也能讓這些龐然大物受挫，原來那些總是逼得他們四散而逃的猛獸也會在某種力量下被迫停止腳步。這種認知還很模糊，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思想，可他已經在這只地緣心裡萌芽了。也許自己沒那麼弱，也許面對威脅並不是只有逃避。於是他又撿起了一塊石頭，這一次他没有退縮，反而對着身後的同伴大聲吼叫起來，像是在鼓勵他們，也像是在傳達某種信號。而同伴們的確都看見了，看見那只受挫的劍齿虎，看見另外2只也在遲疑。那只地缘再次擺開姿勢，把石頭掷了出去。這一回，石頭準確擊中了倒地劍齒虎的身側，再次讓他發出退縮的低鳴。另外2只短劍劍齒虎這下是真的愣住，竟然下意識又往後退了幾步。而這一幕對山洞裡其餘幾十只地緣來說，幾乎等於一場現場教學。原來將石頭有力的掷出去，真的能讓這些危險的家伙退卻。隨着剑齒虎後退，地緣們心裡的驚惶也開始迅速消散，他們紛紛低頭看向地上散落的那些石塊。白天被當成玩具的東西，此刻忽然全都變成了可以依靠的手段。於是，一只又一只地緣彎腰撿起了石頭。很快，超過半數的地緣都攥着石塊。黑暗中，一双双眼睛不再只是慌亂，而是齊齊盯住了洞口的3只劍齒虎。而剑齒虎同樣察覺到了那氣場的變化。曾經，那些目光裡只有面對強者的退避，可這一次，他們第一次覺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一群只能被動承受的獵物。從此刻開始，攻守一行了。漆黑的山洞裡，能見度極低，對擁有夜視能力的短剑劍齒虎来說，這本該是完美獵場。山洞不深，從洞口到最裡面也就20-30米，寬度甚至不足5米。3只體型龐大的劍齒虎往洞口一堵，幾十只縮在最深處的地緣看起來簡直就是送上門的自助餐。按常理來說，這場獵殺根本不會有任何懸念。可偏偏，自從第一塊不起眼的石頭砸翻了衝在最前方的短劍劍齒虎後，一切都變了。高棒國專屬直播間裡，前一秒還在瘋狂刷屏嘲諷，下一秒卻像被人按下了靜音鍵，滿屏彈幕戛然而止，只剩天幕畫面繼續推進。與此同時，龍國直播間內則徹底被一片片刷爆了。別說高棒國觀眾，就連龍國觀眾自己都沒想到，本來已經像是必死的絕境，竟會因為一塊石頭而出現如此離譜的轉折。扔石頭這種事，對現代人來說實在太普通了。誰小時候沒玩過打水漂、拿石子砸樹幹、丟過河丸？所以，當所有人看到山洞裡的地緣抱着石頭互相亂砸時，根本沒人當回事。誰能想到，就是這種看似幼稚的小動作，竟然能當場逼退3只史前頂級掠食者，甚至直接撂倒其中1只。龍國研究組這邊同樣一片死寂。剛才所有人都以為龍國這次怕是要完了，結果峰回路轉，一瞬間把眾人都看懵了。秦老沉默了很久，眉頭死死擰在一起，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想明白，你那次拒絕場外援助，獨自完成的主動干預，究竟改出了什麼樣的東西。他长长吐出一口氣，終於承認，我們都小看這位新的文明觀測員了。在秦老看來，問題不在於石頭本身，而在於他們之前一直是站在人類視角去看待這件事。對現代人來說，拿石頭去跟獅子老虎硬拼當然愚蠢，因為人類有更安全、更高效的杀傷手段，比如槍械，比如陷阱，所以會下意識認為石頭這種東西不可能對大型猛獸構成決定性威脅。可如果換個角度，從獸的視角去看，這件事就完全不同了。從地球 Online 開始到現在，無論是恐龍時代的巨獸，還是如今的頂級哺乳動物，他們想要傷害對手，都只能遵循同一套規則：必須接近，必須貼身，必須靠利爪、獠牙、角、衝撞等近距離手段分出勝負。誰更大，誰更快，誰咬得更狠，誰就更強。可一旦在這樣的世界裡出現了一群能遠程攻擊的對手，那規則就被徹底打碎了。你利爪再鋒利，獠牙再恐怖，碰不到我就毫無意義。秦老想通這點後，終於徹底明白，你為什麼根本不需要他們的建議。研究組之前一直在想，怎麼在既有生態規則下，把始祖地緣的短板盡量補平。可你走的是另一條路，你不是在補短板，而是在直接修改規則，讓始祖地緣跳出必須近身肉搏的生物鐵律，完成彎道超車。也正因此，山洞裡的局勢徹底翻轉。面對幾十只同時舉起石塊的地緣，3只短劍剑齒虎本能地感覺到了威脅。他們那極好的夜視，讓他們清清楚楚看到那群猿猴抬起了手，拉開了架勢，仿佛一架架怪異的小型投石機。下一秒，密密麻麻的石塊便像雨點一樣砸了過來。那一刻，對3只剑齒虎來說，天都塌了。双方距離太近，洞內空間
間又太狹窄，石塊的速度還快得離譜，幾乎一瞬間，3隻劍齒虎全身上下便同時挨了襲擊。那些石頭又快又重，砸在身上就是一陣陣劇痛，引發連片的鈍擊感，砸在頭臉、關節之類脆弱位置上更是痛感加倍。他們翻滾、咆哮，試圖躲閃，可問題是山洞本就不寬，猿猴們又站成一片，石頭一波接着一波，根本沒有死角。這種感覺甚至比被一群獵狗圍攻還難受。獵狗好歹還會靠近攻擊，可這些石頭卻是隔着距離不斷飛來，根本不給他們反擊的機會。他們空有力量、速度和獠牙，卻連目標都碰不到，只能被动承受攻擊。於是頂级掠食者怕了，這不是比喻，是真正意義上的怕了。他們的本能在瘋狂報警，這裡有危險，這個山洞有問題，這群猿猴不對勁，必須跑。自然界裡打不過就跑，感覺不妙就撤，本就是最正常不過的選擇。只是短劍剑齒虎實在太久沒遇到過這種事，他們平日裡只需要撲上去，獵物自然就會崩潰逃竄，根本不需要思考自己會不會輸這種問題。可現在規則不適用了，其中2隻還能站起來的劍齒虎當機立斷，扭頭就往洞外竄，盡可能用背部和身軀去硬扛傷害，護住腦袋逃命。而最開始衝得最快，被第一塊石頭狠狠擊中頭部的那隻就慘，他本就被砸得發暈，腿部又接連中招，根本站不起來，只能蜷縮在原地，被後續更加密集的石塊與集中招呼，砰砰砰砰，他的皮毛已經凌亂不堪，身上多處受創，頭部遭受的震盪讓他幾乎無法动弹，眼前發黑，直到地上的合適石塊都快被地猿們撿光，這場單方面的壓制才總算停下。那只劍齒虎還沒立刻死，但也已經差不多了，龐大的身軀倒在地上，嘴裡只剩斷斷續續的哀鳴，虛弱到了極點。這時那只最先扔出石頭的地猿探頭探腦地走了出來，先是遠遠觀察，又在同伴推搡和簇擁下小心靠近，左看看右看看，直到確認這頭過去不可一世的猛獸再也爬不起來，他才高聲發出叫喊，像是在通知同伴安全了。於是更多的猿圍了上來，其中最壯實的那只地猿甚至搬來了一塊籃球大小的大石頭。白天大家還嫌這種石頭太重，根本扔不遠，沒什麼用，可現在它反而成了最後的補刀工具。那只壯猿把石頭高高舉過頭頂，然后猛地砸下，伴隨着一聲沉悶的巨響，那頭劍齒虎遭受了毀滅性的一擊，徹底失去了生機。山洞裡頓時響起一片短促而興奮的怪叫。以往從來只有地猿被劍齒虎獵殺的份，誰也沒想過有一天短劍劍齒虎會躺在他們面前，任由他們圍觀。他們先是興奮，隨後目光便不受控制地落到了剑齒虎身上裸露出的血肉上，那是肉。很多地猿都本能地吞了吞口水。在这一階段，始祖地猿的主食仍然是野果、堅果、樹根，偶爾也會捉點無毒昆蟲和蟲子補充蛋白質。他們當然需要肉，只是根本沒有能力穩定獲得大型肉食來源。可現在一整只劍齒虎就倒在眼前，這龐大的身軀意味着海量肉類，只要分着吃，每一只地猿都能分到一塊不小的肉。於是興奮漸漸變成了渴望。那只第一個投食的地猿再次被同伴們推了出來，雖然地猿還沒有亡這個概念，但在剛剛的生死危機裡，他第一個站出來，第一個擊中天敵，第一個證明掠食者也會倒下，也會受傷。所以同伴開始本能的信任他，尊重他，願意讓他先來決定接下來該怎麼做。他果然也沒讓同伴失望，直接坐在劍齒虎的殘骸邊上，伸手抓住破損的皮肉，猛地一撕，扯下一大塊鮮紅的肉塞進嘴裡咀嚼。那味道很難形容，很韌很腥，也不算好嚼，可對他來說卻比此前吃過的任何野果、蟲子都更有吸引力。他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立刻招呼同伴們一起上來分享。這一晚，掠食者變成了食物，始祖地猿第一次真正吃到了大型瘦肉，而你則把這一幕鄭重記進了自己的觀測記錄中，因為你知道這不只是食譜增加了一項那麼簡單。從吃果子到吃肉，看似只是口味變化，實際上卻像是打開了某種潘多拉魔盒。肉類意味着更高密度的蛋白質、脂肪和能量，而這些東西會持續供養另一個更加可怕的外掛——大腦。高磅國的觀眾看到這一幕，幾乎當場破防。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是倒反天罡。過去只要聽見劍齒虎吼一聲就會被嚇到亂竄的猴子，現在竟然敢撕扯劍齒虎的皮肉，啃食劍齒虎的肉，他們無法接受。直播間裡罵聲一片，可偏偏龍國觀眾此刻終於挺直了腰桿子，大批人反衝進高磅國直播間瘋狂補刀。只是和民間觀眾的情緒化不同，高磅國研究組還算冷靜。有人提出，既然地猿能通過主動干涉點出投掷技能，那劍齒虎能不能也往這個方向改？可很快這個想法就被否了。原因很簡單，劍齒虎的前爪連、抓握都做不到，更別提穩定持物、蓄力、投擲。它的身體結構和地猿完全是2條路，若強行去改，極有可能把原本已經很強的身體素質給改廢了，得不償失。所以他們最終只能安慰自己，這次失利更多還是因為山洞環境太惡心，洞窄、距離近，地猿數量多，石頭幾乎避無可避，才會讓劍齒虎吃這麼大虧。如果換到開闊草原上，石頭的威力終究有限，不可能輕易重創一頭還能活動的劍齒虎。更何況這片區域的劍齒虎還在不斷增多，繼續壓縮地猿的生存空間。一次失利不代表整體形勢逆轉，而天幕也很快進入了新的階段。第一次吃到肉後，地猿們的觀念開始發生改變，那一整頭劍齒虎足夠他們吃到第2天。可第2天過去後，飢餓依然會回來，他們還是得重新外出尋找食物。而在這時，那只第一個投食的地猿已經隱成了這一支地猿群體的首領，他似乎擁有其他地猿少見的勇氣、號召力與決斷力，於是同伴們會更願意跟着他，聽他的動作。首領的出現也讓原本只是若干家庭湊在一起的鬆散結構開始變得更緊密。過去地猿們雖然會因家庭觀念而聚集，但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其實很鬆，平時還經常因為爭搶食物或位置而發生衝突。可現在他們慢慢明白，遇到真正的危機時，必須有一個站得出來的存在，把所有同伴拧成一股繩，才能一起活下去。所以族群開始真正凝聚。這一次，首領直接聚集了近20只地猿，準備一同離開山洞去尋找食物。他們不再是零零散散幾只猴子結伴，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小型群體行動。時間來到正午，太陽最毒的時候，一大群地猿從山洞中走出，20幾只聚在一起，場面已經相當可
觀。這樣的數量讓周圍不少生物都下意識產生了警覺，哪怕一些獨居猛獸，遠遠看到這群猴子成群結隊走動，也會先停下來觀望，不敢貿然靠近。地猿們自己也明顯感覺到了同伴多的好處，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哪怕趕路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哪裡突然竄出的東西叼走。如今20多雙眼睛一起警戒，安全感大增。這一趟他們的目標是在山林外的一片果林，中間需要穿過一小段平原，全程約3公里左右。那片果林裡長着一種他们很愛吃的堅硬果子，現在正值結果期。臨出發前，首領彎腰撿起一塊大小合適的石頭，明顯十分滿意，隨後便招呼同伴們也各自帶上一些。石頭的威力他們已經親身驗證過了，這是保命的東西，雖然雙手有限，帶不了太多，但至少夠震慑來犯的掠食者。可就在準備離開時，首領的目光突然又被樹根旁一截1米多長的斷枝吸引住，那是一根手腕粗細的木棒，應該是被某种树栖動物壓斷掉下來的。首領盯着他看了許久，直到身後的同伴開始催促，他才彎腰將木棒撿起，在手裡掂了掂，隨後試探着揮舞了一下，呼，木棒帶出了明顯的破風聲。首領的眼睛一下亮了，因為經過你對身體結構的改造後，地猿不僅解鎖了頭質，同樣也獲得了更大的肩部開合和更強的腰部扭轉能力。換句話說，他們揮舞木棒時，力量傳導會比以前更猛，整根木棒幾乎能被他們掄出接近鞭打般的爆發力。地猿們當然不懂這些原理，他們只知道這玩意看起來很有勁，很可能也很好用。於是，一群聰明猴立刻開始在附近到處翻找地上的斷枝木棍，很快，周圍便被掃蕩一空。20幾隻地猿裡，10幾隻都找到了順手的木棒，沒找到的也各自手握石頭。就這樣，一支奇怪的隊伍出現了，一群直立行走的地猿，一手提着木棒，一手攥着石頭，浩浩蕩蕩走出了山林。龍國直播間裡，不少人已經看樂了。有人說自己越來越无法直視這群地猿，因為總能從他們身上看見小時候在村口撿樹枝亂揮的影子。也有人調侃，小時候路邊只要看到品相好的木棍，誰能忍住不撿起來掄2下？玩笑歸玩笑，可越來越多的龍國觀眾也開始隱約意識到，這群始祖地猿似乎真的有些不一樣了。他們仍然弱小，依舊遠遠算不上版本強勢種，可某種能成事的感覺已經慢慢顯現出來。而另一邊，平原上的生態變化也開始露出端倪，因為高蚌國強行聚集了大量剑齒虎，這片區域裡其他大型動物明顯變少了，不是被捕食，就是被嚇跑了。整片平原已經越來越像劍齒虎的樂園。地猿們當然不懂這些，但他們一踏入平原，依然很快吸引了附近遊蕩的幾隻短劍劍齒虎的注意。足足3、4隻劍齒虎從不同方向發現了這群猴子，只是這一次的情況與過去又不同。20幾隻地猿一起行動，陣仗太大了。對於這些原本習慣半獨居的劍齒虎來說，這種規模的猴群他們也是第一次見。更重要的是，高蚌國雖然通過習性干涉讓劍齒虎們往同一區域聚集，可群居配合的邏輯卻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形成的。劍齒虎骨子裡依舊認為自己是單獨行動者，最多只是默認附近可能還有同類存在，但很難主動合作圍獵。於是這幾隻劍齒虎都沒有第一時間撲上去，而是繼續沿用舊有捕獵習慣，遠遠盯着，悄悄跟着，等待這群地猿中出現落單者、掉隊者或者隊形鬆散的機會，再突然下手。他們就這樣一路尾隨着地猿來到果林。地猿們鑽進果林後，劍齒虎們依舊沒有動，因為果林環境複雜，貿然衝進去不一定好抓，反而可能暴露自己。高蚌國研究組長看得急得直咬牙，恨不得衝進天幕親自教他們怎麼撲殺。可本能不是命令，劍齒虎只能按自己的邏輯行事。漸漸的，2隻劍齒虎先失去了耐性，因為他們在別處發現了更適合下手的獵物。薩摩羚那種陸科動物比地猿更大，一隻就夠吃飽，風險還更低，所以他們果斷離開，只剩另外2隻繼續守在果林外。半個小時後，吃飽喝足還抱着果子的地猿們開始返程，一路上沒出什麼事，讓他們的警惕心不可避免地鬆懈了幾分，隊伍也不如來時那樣緊密。2隻埋伏已久的劍齒虎等的就是這一刻，其中一隻早已餓得不行，根本懶得再等，率先撲了出去。另一隻其實更有耐心，可同伴一動，他的位置也暴露了，只能跟着衝上來。寬闊草原上突然炸起奔跑的轟鳴，頂級掠食者的壓迫感瞬間拉滿。第一隻劍齒虎動作極快，一撲便將一隻地猿掀翻在地，利爪落下，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慘叫聲一起，高蚌國直播間頓時爆發歡呼，龍國觀眾則一瞬間心提到了嗓子眼。可還沒等他們高興太久，一塊石頭便飛了過來，結結實實砸在那隻劍齒虎身上。那頭劍齒虎當場一懵，明明自己周圍2米內根本沒有其他敵人，正常情況下，任何生物一旦靠近這個範圍，它都能第一時間察覺並反制。它已經把獵物壓在爪下，理論上完全處於安全狀態。可為什麼攻擊還是來了？它那簡單的大腦根本理解不了這種事。緊接着，更多石塊飛了過來，捕獵被強行打斷。它驚慌的左右晃腦，只感覺疼痛，卻根本找不到攻擊源頭。那種感覺就像四面八方都藏着看不見的敵人，一旦繼續逗留，自己也可能出事。於是他果斷放棄了嘴邊的獵物，轉頭逃開。其餘地猿立刻衝上來，把那只受傷的同伴拖回族群中央。高蚌國研究組長看到這一幕，簡直快要崩潰。明明就差一點，徹底解決掉再拖走不就完了？可這恰恰暴露了他和劍齒虎之間的本質區別。人類會從收益最大化思考，而野獸永遠先選擇保命。一旦周圍出現自己無法理解的遠程威脅，本能就會逼他優先撤退。當然，這也說明了一件事，在開闊地上單靠石頭，地猿確實很難直接對一頭還能行動的劍齒虎造成致命威脅。只要沒第一時間命中要害，對方大概率能逃掉。可問題是，逃掉本身就意味着地猿贏了。而第2隻劍齒虎瞄準的正是地猿首領。由於同伴先一步暴露，他的這次撲擊少了最好的突然性。首領第一時間察覺危險，直接把手裡唯一那塊石頭甩了出去。這隻劍齒虎運氣不錯，或者說反應確實夠快，猛地向旁邊躍開一步，躲掉了石頭正中臉部的軌跡。可也正因這一閃，他的撲擊節奏被打亂，動作明顯頓了一下。這短短的停頓已經足夠。首領雙手死死握住那根1米長的大木棒，順勢就是一記橫掃，咚的一聲悶響，那隻劍齒虎直接被抽懵了。他根本想不明白，這隻猴子為什麼突然有了這麼長、這麼硬，揮起來
起來還這麼快呢。手臂那種打擊感，就像是被一頭高速衝來的大型生物狠狠撞了一下，疼得莫名其妙。而更讓他不安的是，首领并没有被他吓退，反而一邊怒吼，一邊不斷揮舞木棒逼近。木棒被抡得呼呼作響，幾乎甩出残影，再加上首領本身的臂展，這一下就形成了一個讓劍齒虎無論如何都不敢貿然闖進去的危險半徑。他退一步，首領便進一步；他再退，首領還在逼，直到其他地緣也帶着石頭和木棒朝這邊靠攏。這只劍齒虎終於徹底放棄，轉身撤離。他臉頰上挨的那一下，到現在還火辣辣的疼，腦子裡卻始終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麼中的招，只記得那根東西揮得實在太快。